会秀你们我们公寓内部到底长什么样子。走吧，走吧。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门口的信箱区。在信箱区，你可以看到就是大家的名字在信箱的上面，但是你不会看到它是什么楼层还是哪一间，因为其实在德国呢，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地址非常详细的记录到第几层楼、第几间，我们只会讲说是这一个门属于哪一条街几号这样子。所以邮政人员他如果来这边要来投递信的话，他们会有一支万能钥匙，也就是前面这一部分是通用的那一种，所以他可以用那支钥匙去开不同大楼的门。但是后面这边当然每一间房子都不一样嘛，所以他们就不能拿那个去开你的信箱或开你的门。那他们就会拿那个钥匙进来之后，看是哪一个名字，然后把信投进正确的信箱里面。接着我们要搭电梯去地下室，先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地下室储藏室长什么样。我们现在来到地下室，那我们先去看我们的储藏室吧。旁边这一间是供应整座大楼暖气的中央暖气室。然后这一间呢是我们的储藏室，你可以看到现在他们都是用这种轻隔间，所以如果他们之后想要改变 layout 的话，就可以轻松的去做调整。然后当你租你的公寓的时候，你就会获得这样子的一间储藏室，所以你可以收一些平常不需要用的东西，或是换季的衣服在里面。现在我们来到了我们的地下室停车场。在右边这一边，这个是我们的脚踏车停车区。但是因为我们两个不喜欢我们的脚踏车跟其他脚踏车有特殊的亲密接触，所以我们都会把它们存放在我们的储藏室里面。那这边整个就是汽车停车区，这是8个大楼共用的地下停车区，所以整个面积非常的大。那你在租你的公寓或买你的公寓的时候，如果你是买公寓的人，你就可以租或是买一个停车场；如果你是用租的公寓的话，那你就可以租一个停车场。但是这没有强制，所以如果你没有车的话，你不用买不用租也没有关系。那我们现在就去我们4楼的公寓吧。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的房间所在的4楼。诚如大家可以看到的，我们这边的地毯是深色的，所以如果你出去外面鞋子脏脏的话，很容易就把地毯弄脏。在这些公共区域的话，我们的清洁人员是每一个礼拜会来打扫一次。这边是我们的玄关，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非常多不同功能的外套，比如说像是防雨的啊、保暖的啊。然后我们就会都把它们放在这一边，还有换鞋子也是在这边进行。然后我们有这一些手套啊、帽子啊、围巾等等的保暖工具，也是全部都存放在这一边。那这一个空间其实就是我们的走廊，它可以通到不同的房间，比如说像是这一间，它就是一个小的储物间，还有一些你可以做一些设备，比如说水啊什么的调整，都是在这边做的。然后这边有浴室，这个是我们的房间门，后面是厨房。然后从前几支影片，你们应该就会看到说，在这个房子里面有非常多小小红色的标签纸。那我等一下会解释说这些东西到底是在干嘛用的。我们现在来到了厨房，因为进到了室内，所以我现在换上了我的室内拖鞋。在台湾的时候，我有一双橡胶的室内拖鞋，但是因为在德国实在是太冷了。所以我就拿了一双毛茸茸的那一种。厨房里面比较不一样的是，像这一个门，它其实是一个冰箱。就是在德国这边，大部分的冰箱你会得到都是一个跟你的整个家具是系统柜做起来的那一种冰箱。然后抽油烟机之前的影片有介绍过，就是它没有那么的强劲的吸力。除此之外，对我来讲最大的不同，或是我最无法适应的地方是，所有的东西都超高的。你想想看，这是我的盐罐，然后我要拿那个盐罐的时候，我每次都要非常的努力，我才碰得到它。然后在这里呢，你就会看到更多
更多的贴纸。所以这些贴纸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应该知道，我来德国有一部分是在学德文。我现在就是有去语言学校上 B1 的课程，然后以前 A2 的时候，你大概需要2000单字左右就可以 pass A2 的程度，但是到 B1 的时候，你需要4000单字，然后超多的字，对我来讲非常的难背，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可能已经30出头岁了，记忆力已经不像学生时代那么好。然后再加上德文，它又都有分性别，所以如果是不同性别的字的话，它的 the 英文的 the 就是冠词就会不一样，就会变成 die der das。所以在我来德国之前，我男朋友就在所有的东西上面贴了标签，贴了几百个标签，这是帮助我可以学习德文使用的。然后这边这个是德国的厨余桶，在德国的好处是厨余这种东西并不会那么容易的就滋生异味，它们的保鲜期会因为天气比较冷，所以可以存藏的比较久一点点。然后我们看这边，你会看到这边有2本都是英文的不同国家的食谱，一个是当初我男朋友要离开台湾的时候，我买给他的礼物是台湾的食物的食谱，然后这一本是德国点心的 baking book， 都是英文，所以我们互相可以一起学习怎么做点心，还有做台湾的食物这样。我们现在来到了浴室，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发现，就是在这一整个公寓里面，所有的地板都是平的，都没有任何的坎，就连浴室也是这样。在德国很多旧式的房子里面，他们会有那种隔间墙，把整个淋浴间阻隔起来，或者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坎，来防止淋浴间的水跑出去。但是我们这个公寓是2016年新建的公寓，所以在新的公寓里面，为了要预防如果你以后年老了或是行动不便，需要用轮椅之类的，所以所有的地面都是尽量做平滑的。然后当然淋浴间的部分，它的地是有一点点低洼，所以所有的水还是不会流出来，正常的状况下都可以正常的排水。然后看到这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另一个问题，就是这里所有的东西对我来讲都非常的高大，像刚刚厨房的状况一样。如果我坐在这边的时候，我的脚是没有办法齐贴在地板上的，所以如果我要上厕所的话，我要么就是要踮脚，要么我脚就会悬空。然后这其实，如果你想象一下的话，在上厕所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个非常放松、非常方便的状态。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旁边就放了它的工具箱。有了它的工具箱的辅助，我就可以快乐的把我的脚搁在上面，然后轻轻松松的享受一个人的时光。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的房间，但因为我们这个 apartment 的总坪数室内只有18坪，不包含公设，所以它其实并没有到很大。那我们为了要可以好好的善用这些空间，所以我们平常室内办公的时候，也会在房间里面直接做办公。在这边是我平常产生影片的地方。然后这一只是 Koala， 它非常的实用，尤其是在冬天睡觉的时候，因为它除了是一个非常温暖可爱的小东西以外，它也充当着暖暖袋的效用，所以它可以让我整个夜晚非常的温暖，非常的好睡。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的客厅，我们的客厅其实是我们花最多闲暇时间的地方。首先，我们先往这边看，这是一个非常神圣、非常重要的地方，尤其是对我来说，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我永远都是躺在沙发上面，然后躲在暖气的旁边，然后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零食，享受着温暖的雪中送炭。然后旁边这边是我们的 HSV 大本营，它是汉堡足球俱乐部的简称。然后 HSV 是全德国最棒的一个球队，至少在 Second League。然后他们现在是第2名，但是在我们的心中，它还是最棒的。然后我们之后会拍一支关于德国的足球到底有多疯狂的介绍影片，大家要看哦。到一个新的国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带着你的兴趣一起来。无论你是喜欢音乐啊，你是喜欢做运动啊，
或者是有任何的兴趣，这是一个让你适应这个新的环境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像如果你一个人只身来到一个国家，一开始你可能一个朋友都没有，然后你也不会讲他们的语言，其实那个压力是还蛮大的。那像我的话，我喜欢弹钢琴，但是钢琴有一点点重，所以不是那么容易的带过来。所以我们是在这边买了一台电钢琴，然后最棒的事情是它的朝向是外面，所以我平常弹钢琴的时候，我就可以观察一些人在那个社区里面走来走去啊，或者是飞机起降啊等等的，非常非常的舒压。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小阳台。这个阳台呢是在夏天非常棒的一个享受，我们可以在这边一起吃饭，然后一起享受一个非常悠哉的午餐时光。但是我们只能用它到9月而已，再下来就太冷了，没有办法，现在没有办法在外面吃饭。现在终于结束了，我又回到了我在整个汉堡最喜欢的温暖小角落。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影片分享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留言哦。我们下支影片见。